亲爱的你好，欢迎你来到 JC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今天为你准备的大众占卜，让我们看一下你心中想的这个人，他对你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心思呢？他希望未来跟你建立怎样的一种情感关系呢？因为在感情里面，我们最难看清的就是对方的心思。因为在乎，所以会好奇；因为好奇，所以就会引发猜忌，而猜忌呢，往往就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可能会出现一些误会。明明对方内心里面呢是很想要跟你发展的，但是呢，你会觉得表面上他可能刻意在跟你保持距离，实际上是因为两个人还没有进入到可以真诚沟通这样的一个环节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能就会有蛮多的一些错误的想法跟错误的决定的。所以亲爱的，今天的这个占卜呢，让我们来解决你的麻烦，看一下你心中想的这个人，他到底是有怎样的一种想法，对你是有怎样的一种喜欢，怎样的一种期待。了解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行进，如何去做选择，如何去做决定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占卜是可以帮你多角度的去观看它的。当然塔罗牌呢是给你一部分的预测讯息，最终还是在你自己的行动，在你自己的表现上面哦。在此呢，也先祝福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在爱情中顺心顺意，可以让自己永远获得最棒的幸福。那今天呢，分为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哦。最左边是第一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第3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哪一张牌卡让你最有感觉，最想点进去聆听呢？接收到那张牌卡的能量，然后呢，在我们视频下方的信息栏就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聆听老师给你做的占卜就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记得多分享、多点赞、多留言。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推荐老师给你的朋友，让我们通过塔罗牌的智慧建立更美好的未来。除此之外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C 的频道，记得订阅 JC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大家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如果你需要我帮你做私人的1对1占卜的话呢，你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我的联系方式，哔哩哔哩网站的朋友可以私信给我，我会不定期的给大家做私信的回复的。好，接下来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选择左边第1组牌组的你，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是什么。首先你选择的这张牌卡呢是太阳。你心中这个人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人，他觉得你是阳光灿烂的，你的笑容是非常的甜美，而且呢，在人际关系交往上面也会给别人一种温暖感，就像是这种阳光洒在身上一样，感觉你并不是一个很挑剔或者是很多刺的一个人，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应该是舒服，应该是和谐的，多多少少呢会觉得你给他带来一些正能量的影响力哦。从你身上呢，他感觉得到一些积极的能量，感觉得到充满的活力、青春洋溢的状态，所以跟你在一起呢，他是开心的，他是觉得两个人是有一些连接的。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的是动物守护者，同时呢，他也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你应该是喜欢小动物的人，你应该是尊重生命的一个人，你应该呢是一个很孝顺、很慈善的人，所以你给他的印象是特别的好的。同时你也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人，我们这边出现了少林大师如果是你是女生的话呢，他会觉得你并不是非常的柔弱，你非常的有自己坚定的意志，你很独立，你很有力量，你很勇敢，你很有自己的勇气，做事情上面呢也是比较果断，有自己的决心的，像是有武功的人一样。如果你是男生的话呢，他会觉得你的身体非常的健康，你身上的肉呢是比较结实，感觉是一个喜欢锻炼的人，很有朝气，很精神的一个人，感觉你自己在行动上面呢，在自己的思想上面呢，
可能都是比较注重输赢的，不会太过于的懦弱，或者是太过于的被动，是愿意去为了自己的美好的明天去努力去拼搏，并且是有上进心的人。当然可能也代表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你们也是比较吃苦耐劳的人，是可以吃苦，是可以辛勤的工作，那辛勤的尽力的去建立自己的人生的，并不是非常懒散或者是很偷懒很休闲的一个人你给他的力量是很强的。除此之外呢，他还觉得你非常的有魔法，魔法可以触动灵魂，并从中吸取力量，代表你这个人呢，其实是很有技能、很有技巧的一个人，是可以化解万难的。感觉在你面前呢，任何困难的事情或者任何挑战你都是有能力，你都是可以去解决这些麻烦的，像是有魔法一样。情商呢是比较高的，智商呢也是比较高的，他心里多多少少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崇拜，会觉得你的能力是很强的，像是有魔法一般。接下来我们出现繁荣这张牌卡，精神繁荣所提供的内在动力是永恒的，他会觉得你的人生生活呢是比较丰富，是比较精彩的，不会很枯燥，不会很乏味。你的灵魂呢也是充满乐趣的一个灵魂，感觉你是一个有兴趣爱好的人，感觉你对很多事情呢都保持着好奇心，都保持着新鲜感。那生活呢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会很追求在人生中一定要注重很安全或者是很保守的能量你是在穿衣打扮上面呢是足够的有时尚度，是可以尝试一些新鲜的颜色，或者是自己没有尝试过的穿衣风格，不会仅仅是很保守的时尚度。除此之外呢，在你的精神上面，在你的行动力上面呢，也是充满着冒险精神的。周围的朋友呢，也是可能各个层次的朋友都是有，各个年龄的朋友都是有。他会觉得你的生活是比较阳光灿烂的。除此之外呢，也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表达力的人表达会释放并赋予你内在的创造力，让其发挥作用。这个人呢，他也会觉得跟你沟通上面是没有太大的障碍的，你是很知道如何去跟别人交流的人，在语言魅力上面呢，你也是有足够的能力的。在你的行动力上面呢，也是有足够的魅力的。该展示你自己才华，该展示你自己能力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大大方方的展示出来，是一个愿意表现自己真性格、表现自己真想法的一个人并不会什么事情都隐藏在自己的心里面。那在性格上面呢，他会觉得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外向，是有一些活泼的，这一点呢，他觉得很好。同时呢，他也会觉得你是很有勇气，愿意去追寻内心里面真理的力量的，所以在做事情上面呢，不会是很退缩或者是很被动的，是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人，是一个外向开朗的人。总体的来讲呢，他觉得你就像太阳一样的，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复杂或者是很有心机、很有谋略的一个人，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藏在自己的心里面，受过情伤的一个人。感觉你是比较简单、比较直接的，那想什么就去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会是太过于的有高标准，或者是有太过于的控制这样的一种欲望跟你在一起呢，会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和平，非常的和谐，所以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一些接触，更多的一些联系，更多的一些互动，感觉呢是可以轻松自在交流的一个人。除此之外呢，会觉得有时候呢，你的想法也是比较多，你的欲望也是比较多，你的梦想是比较多的，思想上面并不会太过于的固执，太过于的死板。那一方面呢，你是非常享受自己的人生的，一方面呢，可能不会太过于给自己一些规则去遵守了，不会太过于的去守旧，
太过于的封建，可能在性格上面呢没有完全的定性，就是并不是很稳定，有时候想法呢可能东跳一下西跳一下，突然呢又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想法，不同的一些灵感，不同的一些创造力，会觉得你的思想啊，会觉得你的生命呢是很活跃的，是有不同的一些状态的。那当然呢，有时候也会觉得可能你在物质上面也是有蛮多的一些欲望的，很多东西都想购买，会追寻当下的时尚潮流，也容易受到商业广告的诱惑。那在感情方面呢，可能你自己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的恋人也并不都是一个模子，可能你会有不同的一些期待，经历过不同的一些感情吧。当然这个是因人而论，有的朋友可能如果你是母胎单身的话呢，那么会觉得你对于爱情的标准并不会是恒一恒定的，可能时常都在变化。如果你曾经呢是有结交过男朋友女朋友的，会觉得你会挑选不同类型的恋人，自己呢是会给予很多丰富繁荣这样的一种力量的。除此之外呢，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注重感觉的人，特别注重有眼缘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舒不舒服，那交谈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如果是有感觉的话呢，你会继续的联系下去。你并不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就是不会去给别人贴上一些标签呢，并不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如果说对方他并不是很有钱，但是呢他的人品还不错，你仍然是会跟他建立朋友关系的，不会因为一个人他有钱，他有权，那他有地位，他家庭条件很好，你就一定要跟他搞好关系，而是会因为跟这个人在一起感觉开不开心，舒不舒服而去做这样的一个审核，这样的接触。所以这一点呢，他也会觉得你在感情里面是比较纯真的一个人，没有太多复杂的情节。另外呢，也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对于很多事情，对于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事情呀，没有接触过的文化，没有接触过的思想，你都愿意去倾听，你都愿意保持着开放的一种态度，不会是井底之蛙，只接收自己从小的这种教育的理念，你是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文化，愿意去接受一些新的陌生人，新的环境，那新的场所，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去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的。所以在这一点方面呢，会觉得你很有探知之心，会觉得你的心态很年轻，很有朝气，对任何事情呢都是充满着希望，都是充满着期待的，所以你身上带的这种正念是蛮强的。这一点呢，他其实非常的喜欢你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到他觉得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实际上呢是值得信赖的，是有一些责任之心，是可靠的。虽然可能你的欲望啊梦想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保持着专一，是保持着热情的。在人际关系上面，你也会是愿意去做一些妥协，愿意去做一些让步，愿意去做一些包容，并且愿意去做一些牺牲的。在思想上面呢，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人哦。有时候呢会有一些新的一些 idea， 有时候呢可能有些想法是他从来没有意料过的，所以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想象力，很有创造力的人，同时呢又是有自己的逻辑思维的。在人际关系上面，你并不是很物质现实的，但是呢，你是一个热爱商业、热爱生意、热爱金钱物质的一个人。在这方面呢，你是有足够的现实状态的，因为会努力的去创造、获得金钱，然后呢，去消费、去购物、去享受自己的生活状态。在自己的家庭方面呢，也感觉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力，很注重家庭主义这样想法的一个人。目前看到他其实内心里是很尊重你的，同时呢他也会很肯定你的想法。有时候你的一些思想行为模式呢，让他觉得很认同，应该你们想法多多少少呢是有相同能量的，是有同一个频道状态的，并不是三观很不同的人，思想呢是可以融合的。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边出现了伸手这张牌卡，代表着会觉得你是很善解人意的人，有时候呢，对于别人的一种状态呀、想法，你都非常的体贴，是为别人着想的人哦。对于身边的朋友，对于关怀你的人呢，你都是足够的支持、足够的理解的，愿意去感同身受，并且呢，在人际关系上面也很愿意去乐于助人，是愿意伸出自己的援手的。同时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呢，你应该是比较主动的，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话呢，你愿意去掌控，你愿意去实现它。虽然自己的梦想可能是比较多，但是呢，你也会一步一步来，一个一个想法的去实现，并不是一个只是懂做白日梦的人哦。你会是不断的去提高自己的人生标准，提高自己的价值，并且呢，拥有上进心，不断的去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他对你有太多的渴望，我们看到在之前所有的这种想法里面呢，他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崇拜你，多多少少有一些尊敬你，那多多少少你就觉得你是一个比较靠谱踏实的一个人，并没有太多的功利心。那心地呢又非常的善良，又是一个很孝顺又很注重家庭感的人，他会把你归为很正的朋友那一类哦。所以他对你有蛮多的期望，想要跟你有很多的互动，很多的联系，他也想要重新跟你建立开始。也许这个人之前呢跟你有一些接触了，但是他会觉得跟你接触的状态并不是他自己满意的，他还没有展示你他最美好的那一面，他还没有展示他对你是有多积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可能对于当下你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的满意，会觉得要不我们重新再来过一次吧。这一次呢，他会好好的表现，他会抓住机会，他会让自己呢更加的优质展现在你的面前。可能之前他有做错事情啊，可能之前他有说错话呀，可能之前他过于的羞涩了呀，可能之前他过于的被动了。总之呢，他现在想跟你重新建立关系，而这一次建立关系呢，他希望他可以成为那个被你喜欢、被你尊重的人，这是他内心的期待哦。那我们继续看一下他到底有多喜欢你呢？就目前来说，他会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接太少了，也许你们之间是有现实的一些障碍的，没有办法可以经常面对面的沟通，面对面的交流，或者是你们在语言沟通上面呢，都还是比较浅层次的，还没有真正的走到灵魂深处，而两个人呢，也没有非常知道真心对方的一些想法，他是有一些情感上面的不安全感的，而且感觉呢，跟你之间的这种交往跟你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并不太很顺利的，总是好像命运呢并没有很帮助你们，总是好像自己呢有做的不够好的一些地方，所以现在他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些消极的能量，他希望呢打破这些消极的能量，希望可以打破这些现实的障碍，让两个人更加舒适的联系，而且让两个人有更多的一些面对面的互动，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约会啊，可以有更多的一些玩乐啊，可以有更多的深层次的意见上面的交流，所以他希望你可以对他有更多浪漫的兴趣，因为他是很迷恋你的，他会觉得你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的好，那你的气质啊，你的气场啊，你的形象呢，都是有吸引到他的，而且你的性格也非常的有魅力。有时候呢，会觉得你的能量、你的自信心是强过于他的，而且你的生活状态呢，也是很多姿多彩的，所以他会觉得你跟他是有一些层次的。那这种偏差的层次呢，在于你的优质，你对生活的享受，你对于人生的目标，都是有更多积极的能量大于他的，所以
他希望跟你有更多的互动，然后受到你的影响。当然了，他也希望可以成为像你那样的人，有魔法、繁荣，有表达能力，并且呢，也是非常的有勇气，有自己的自主能力的。就目前看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是很完整。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你们之间是有经历过错误的选择的。你们之间的精神联系呢，可能是受到了一些阻碍，或者是有丢失了。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呢，可能你心中想的这个人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也许是因为现实的障碍，让他没有办法去大展拳脚，去积极的、主动的去跟你建立约会。也许是距离，也许是年龄，那也许大家是同事关系，所以好像呢，现在在感情的运势里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另外呢，有的朋友你心中想的这个人，他会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快乐，并不是很和谐的，还有蛮多的事情要去挑战成功，那还有蛮多事情要去突破的。而且在现在你们之间的关系上面做一些决定还是有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到底是两个人真心相爱的，还是因为需要有一个人陪伴而将就在一起的呢？这种爱情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真心实意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困惑的哟。对于这份感情呢，感觉双方经营的很少，处于在一种比较盲目的状态。那多多少少呢是有一些沟通的问题，那有时候呢会有一些力不从心的能量，有时候呢可能感觉你会故意的疏远他，这是他的想法。他当然很想要跟你在一起建立这种忠诚的关系，不过呢好像没有办法共同的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障碍，好像一个人要付出的更多一些，一个人要付出的更少一些。那么继续往下看，他希望跟你有更多一起的玩乐，不用说现在一定要成为恋人，或者是一定要建立很忠诚的关系，慢慢来，不着急。不过呢，如果有更多的机会，大家可以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大家共同的一起去跟朋友去聚会啊，去玩乐啊，去参加活动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他希望呢，在双方的关系上面有更多开心的能量，不去太多的纠结，不去把这份简单的关系更加的复杂化了。所以呢，他希望先跟你成为好朋友，首先呢就要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要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可以更多的展现他的幽默，他的美好，那他的体贴，他的温柔。目前呢可能他只看到你美好的那一面，也许你对他还并不是很清楚哦。在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呢，他希望不计后果，不要去看结局到底是什么样子，那两个人在一起开心是最重要的。希望自己呢可以跟你在一种很自由的、很独立的、很舒服的节奏之下，两个人呢都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计划，而是不管不顾，享受当下就好了。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有一些冒险精神的，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有一些无所畏惧的，不要去看结果到底能不能在一起啊。最主要的是，即使两个人可能没有办法有好好的结局，即使两个人三观可能不同，即使两个人可能未来会出现很多的误会，但是通通都不要去想，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最主要的是当下呢，他很对你有心动的感觉，他想要跟你更多的一些交集，更多的一些互动，所以他愿意迈出这一步，去主动的做一些尝试，希望你们两个人有更多美好的体验。最主要的是希望跟你有充满激情的过程。就目前你们的关系呢，这边出现了死神，希望有结束，但希望又有开始，希望可以画一个分号，但是不是句号，因为可以再重新开始，希望有这种重生的力量哦。之前你们的关系可能并不是很舒服，那他呢想跟你建立新的一种
互动，建立新的一种联系，让两个人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自在，更加的舒服，这是他的一种期待。他现在的金钱事业呢，并不是非常的稳定哦，或者是在他的生活状态之中，运势并不是很好，可能他是有一些工作上面啊，或者是金钱上面的麻烦的，似乎也没有办法让自己足够的有时间精力去支撑罗曼蒂克的爱情。除此之外呢，他会觉得如果现在要去做很积极的追求这样的一种攻势哦，他有一些信心不足，他还有一些时间不够。多么希望跟你的关系是在一种很安全的，是在一种可靠的，并且呢，也多么希望老天爷给他更多的一些好的能量，让他去建立你们之间更美好的关系。不过现在好像是在错误的时间点哦，他呢也没有办法去分身乏术，让自己足够的去追求你。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让他觉得很焦虑的。这一点呢，也是他希望多多少少你是可以给他更多的时间，你们之间呢是有更多的耐心的能量的。希望你们之间有更多的一些机会。那当然这种机会他也知道自己要去创造，自己要去努力。除此之外呢，也希望你给他更多的一些期待性。可能他并不是你期望的美好的达到你标准的那种恋人，或者是你心中想的那种梦想情人，但是他是可以努力呀，但是他是可以去争取的呀，但是呢他是可以在他处理好很多事情之后呢，当他有足够的这种精力，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金钱之后，他是希望可以给到你满意的答案，给到你满意的期望的。并且他希望呢跟你建立的这种关系哦，不仅仅是情感关系，也更希望有一种更强大的爱，希望两个人的精神上面呢是可以达到很相同的，可以在你们的感情方面更加深层次的建立这种更加深层次的意义。目前来说呢，你们之间的关系他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困惑的，你对他的感觉呢，他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困惑的。他会感觉你对他并不是很上心，并不是想很建立很传统的很专一的恋情，但是他对你他会很有安全感，也就是说他对你的爱，他觉得你这个人是值得去爱的，一旦你爱上别人的话呢，你应该会很踏实很专一的在感情里面。但是如果你没有爱上对方的话呢，你可能是有自我的保守能量的，是有自我的一些顾虑，自我的一些防御状态的，你不会全心全意的奉献跟付出，甚至呢你可能遇到更好的人，遇到自己真爱的人，你就会转身走开。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他是想要你真真实实的爱上他，因为他受你身上的能量影响蛮大的，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或者跟你联系的时候，你都可以给他一些鼓励的心情啊，会给他一些正能量啊，会给他一些很肯定的状态呀，所以他想要把你控制在他的身边。当然这个控制呢是希望你可以全心全意的爱他，你可以跟他在一起，但是能否做到这一点呢，他自己也是蛮困惑的。但现实是他有蛮多的不确定性的，不确定当下如何去行动可以让你更加的爱他，或者是让你愿意看到他是一个可以你托付情感的人，可以你奉献情感的人。而且当下呢，如何去克服你们之间现实的障碍呢？这些他通通都没有看清楚哦，所以是一种内心呢对你有很多的激情，对你有很多的渴望，感觉掌握不到你的心。在爱情中你是有蛮多的想法的，
想靠近你，但是又有点害怕靠近你，而你的心思似乎在别处哦，似乎并不全心在他的身上。这是他的想法，这是他的纠结之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我们应该付出真心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呢？首先，我们这边出现的天使牌卡是奖赏自己，你最近付出过度，现在是该你接受的时候，找时间以有意义的方式奖赏自己。施与受的平衡是很重要的，有助于你的能量、心情与动力持续在险峰状态。施与受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爱别人之前先爱自己。如果遇见宠爱自己的人的话呢，那是需要珍惜，是需要回馈的。如果在感情里面只是你一味付出的话呢，如果你很疲倦，如果你很累，如果你很不开心的话，那这份情感不需要你拥有啊。如果一份情感没有让你变得更加的开心的话，你要它干嘛呢？另外，其实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哦，你是可以提高自己的爱情标准的，你是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只要把你的爱呢注入到你的生活之中，注入到你的人生境地之中的话，你的情感呢都是可以得到稳定的发展的。如果有的人你觉得跟他在一起不舒服，你会害怕拒绝，因为怕拒绝之后再也遇不到另外爱你的人，那真是一个很愚蠢的想法哦。记住，你永远都会有人出来爱你的，所以不要做任何的担心。该喜欢的话就喜欢，该拒绝的时候就拒绝。你希望你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感受你最内心真实的想法。跟这个人开心吗？如果开心我们就在一起，不开心的话呢就不必再联系了。在感情里面呢，希望你有一些创新的计划，希望你用灵魂真正渴望的方式去展现你自己。当你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感到自己非常的活跃，会感到自己对生命充满着热情。如果对方他即使再富有，或者是你们在一起的关系时间再长，但是你跟他在一起都不开心了，那你也完全可以 say goodbye 哦。千万不要在感情里面委屈自己，人就这么一辈子，那下一辈子或者是前一辈子的事情我们都不去计较，因为你不会记得。我们不记过往，也不记未来，最主要的是享受当下。如果当下你快乐的，未来你肯定是快乐的。如果当下在感情里面是委屈的，那未来也不会幸福。如果追求你的人，你心中想的这个人，你是打心底里面喜欢他的，那你就大声的去讲出你喜欢他的话，给他更多的一些肯定，给他更多的一些认知，不要让他在那边猜忌，在那边恐惧。他已经准备好要去大胆的追求，要跟你无所畏惧的在一起了。如果你心中想的这个人呢，你对他好像又不知道是否喜欢他，又不知道跟这个人合不合适，只是因为他喜欢你，你去喜欢他的话呢，那就没有必要因为爱情而去选择一个人。那代表着你可能喜欢的是爱情，你想要的是爱情，而并不是这个人。因为对一个人喜不喜欢，内心是绝对知道的。如果模棱两可、犹犹豫豫的话呢，那就代表他并不适合你现在去付出哦。所以亲爱的，宇宙指引你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去选择就好了。要爱的时候就大声说出来，不爱的时候也可以大声的拒绝哟。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Hello， 亲爱的，选择中间牌卡的你，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是什么。首先，你心中想的这个人，如果用一年四季来形容你的话，他会用秋天来形容你。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而且呢，你是很随和，是有情调的。有时候呢，可能是有一些多愁善感的，但有时候呢，又不乏一些坚强的力量。感觉你身上是有一些艺术气息的，并且呢，在人际关系上面也是有照顾之心，也是有责任之感的。特别像是秋天出生的人哦，像是爱和美这样的一个象征的。有时候呢，觉得你的情感是非常细腻的，有时候呢，又感觉是有诗人一般的情怀的。所以用秋天来形容你，是他内心对你最确切的一个想法，
并且呢，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聪明的人。这种聪明呢，并不是小聪明哦，并不是在人情关系上面充满的这种情商，而是呢，感觉你是一个比较老的灵魂，在物质社会之中呢，你是比较注重精神世界的，可能并不会太受到商业啊、物质的诱惑，并不是一个很好控制的人，因为你的欲望并不多。除此之外呢，你是追求精神质量品质的一个人，并不会很肤浅的注重自己的外表啊，那注重金钱啊，而是注重内在文化的一些修养，有一定的道德规范的感觉，在做事情上面你会更加的淡定，会更加的包容，是遇事不惊的人。也许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人生事件，也许呢你的生活状态是很丰富的，也许呢你是很早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独立成长的一个人，所以觉得你是一个很大气，并且也懂得宽容大度的人，在人生真谛上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领悟的，感觉是一个深藏不露、有自己的潜能才华的人。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不会很八卦啊，或者是随便的就讲出自己的想法啊，多多少少是有一些隐藏自己的实力，隐藏自己的想法，隐藏自己的隐私，并不是一个很浮夸、很高调的人，是比较低调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也感觉得到你的被动，有时候呢也感觉到你的温暖，有时候呢也感觉得到你的激情。你是一个有火能量的人，但是呢你会对自己喜欢的事情保持着火的能量，保持着激情，保持着兴奋感。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就可以很冷淡的去处理哦。所以并不是一个很懂得逢场作戏啊，或者是左右逢源的人，这些状态都不是你的状态，而你的状态呢是比较干净、比较直接、比较简单的。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也是很亲切、很柔和、很体贴的，不会太过于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或者是看别人的背景、看别人的物质条件去区分一个人的好坏，而是去看这个人的品德，去看这个人的修行。多多少少呢，你内心是有一些信仰的，他对你的感觉多多少少有一些崇拜的能量。除此之外呢，会觉得你这个人是很重朋友、很重情谊、很重友谊的人。在你自己的朋友之间呢，你应该是非常讲义气的。真心朋友如果遇见任何麻烦，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下，你都尽可能的会去伸出援手，尽可能的去帮助的。如果有人欺负到你的家人，或者欺负到你的朋友的话呢，你一定不会忍气吞声，你一定会直接的就去维护、照顾自己的家人，照顾自己的朋友。所以呢，会觉得你是非常的讲义气，而且呢，你也是一个很有魔法想象力、创造力的人，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很有自己的一些灵感思想上面呢是比较灵活的，不会太过于的固执。在你的生活之中呢，你会简化你的生活，会让自己的人生状态更加的简单，更加的新鲜，更加的清晰。那你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你不喜欢的人，别人都会接受，都会知道哦。你喜欢的人呢，你就会多一些笑容，那多跟别人有语言上面的沟通，多一些交流。如果你不喜欢的人，你可能就会转身走开，或者是只是礼貌的点点头，讲一两句话就好了。所以跟你在一起呢，他会觉得接触下来了是比较直白的，不用有太多的猜忌。除此之外呢，你也非常的有精力，是一个很有活力、很精神的一个人。总之，你会希望自己给周围的人呢是带来一些力量，是带来一些影响力的。多多少少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导能力。生活、人生都是在自我的控制范围之下，
在情绪上面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也并不是把任何事情都写在脸上的人哦。好，我们这边出现了五角星9，感觉你的物质条件不错，或者是你的家庭条件还不错，并不是一个缺钱的人。可能从你的外表装扮啊，可能从你使用的包包，或者是你穿的一些衣服品牌来看呢，应该你在物质享受上面还是足够的舒适度的，不会缺钱，不会贫穷，在思想上面呢也是比较积极的。虽然有时候呢是多愁善感的，但绝对不是一个消极悲观主义者哟。我们这边出现了太阳的逆位哦，有时候可能并不是很乐观，有时候可能你的笑容并不是很多，并不是会对谁你都露出笑脸的一个人。有时候可能呢，你并不是很幽默，并不是很爱开玩笑。在语言沟通上面，在人际关系交往上面呢，你是非常认真的，但这一点上面呢，也代表着你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当然有时候呢，他可能也不知道如何去讨得你的欢心，因为不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而且你是一个不会太有长远计划目标的一个人，不会去管明天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或者当下做的这个事情呢会是有怎样的一种未来状态。你最主要的是享受当下，不会想得太长远哦，并不是代表着你鼠目寸光，而是呢很 enjoy 的当下。你会觉得当下开心的话呢，未来一定就会开心，而且你也是有比较强的适应能力的，不会做持久的一些规划，会觉得计划没有变化快，但是迎接任何变化事情的发生，迎接任何意外事情的发生，所以你的公关能力，所以你的突发应急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强的。接下来，你会在乎吗？他觉得你可能并不是很在乎他吧，你可能并不是很注意他吧，你可能并不是很喜欢他吧。他其实是觉得你蛮有魅力的，有时候觉得你的身材呀、你的身体呀、你的这种感官呢，是给他一些刺激，是给他一些兴奋感的。他很想跟你有更多的肌肤之亲，他很想跟你有一些拥抱啊，有一些亲吻啊，希望呢可以有更多的爱，对你呢是有一些激情上面、兴奋感上面的欲望的。如果现在他想要你留下来，你会离开吗？感觉你是一个不受控的人，因为你是一个追求精神品质的人，你并不是一个追求物质金钱的人，你不缺钱嘛，所以想要用礼物啊，想用金钱来控制你，来让你更加的吸引注意他的话呢，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他不知道如何可以把控你，他不知道如何可以让你死心塌地的信服于他，至少来说会觉得在智慧上面你是高于他的。你们之间的关系他有蛮多的不确定，也有蛮多的不自信的。这边还出现了一张牌卡哦，八卦可能会伤害更多，也许你们之间是有一些流言蜚语的。那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也许你心中占卜的这个人跟你之间有吵过架，或者是有争吵过，或者是你有讲过一些刺激他的话语，他是有被伤害到哦，他是有感觉得到伤痛的。也许你拒绝过他，那或者也许你们有一些争论的时候呢，一些话语呢，让他感觉自己可能是很渺小的，在你心中呢，并不是很珍惜，并不是很尊重这样的一个角色，可能你并不是很 care 他吧。他会觉得你们之间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他也许并不是你的择偶标准，他是想要跟你有更多的互动，想要去主动约会于你的，但是感觉你可能对他有一些挑剔呀，对他有一些不满意呀，或者你并不会接受吧，感觉你是有拒绝过他，或者是有时候从你的这种气场上面有些冷冷的，让他感觉不到太多的热情哦，让他感觉不到你是很想要跟他有多的互动的。我们这边还出现了倒吊人，他会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现在需要退后一步，感觉可能少做一些会更好，也许做多错多，也许说多错多呢。而且两个人现在可能并不是在很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之下，也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可能他过于的去追求你，过于的去注意你，反而会让你排斥，反而会让你不喜欢吧。也许他默默的关注你，或者是也许等待机会再跟你建立联系，会让你感觉更加舒服一些。就现实情况来说的话呢，也许以退为进会更加的好。现在呢，他其实觉得你们之间是需要一些精神上面的沟通的，两个人可能现在还没有很和谐、很和平，语言上面的交流，两个人可能现在还需要思想、想法上面更加的融合一些。也许你现在还不懂他的心思，他现在还不懂你的心思，你们之间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误会，或者是有蛮多的一些猜忌的。他其实很着迷你的身体，很着迷你的感官，但是呢，他希望跟你建立更多智慧上面的相融，希望大家可以达到三观一致，希望呢你们有更多真诚实意的一些沟通、一些交流，可以让双方呢交换更多的一些想法，从而去磨合更好的一些思想。这样的话呢，也许两个人会更加乐观的走下去，也许呢会知道如何去让关系更加的顺心顺意。目前他是有蛮多的不确定，是有蛮多的困惑的，所以呢，希望两个人可以有更多的联系啊，有更多思想上面的交流啊，有更多的沟通啊，让你们之间呢真正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和谐的模式。审判逆位哦，觉得你们之间其实有蛮多的障碍的，这种障碍呢可能没有办法让两个人的关系更加的甜美哦。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思想上面的对立，思想上面的矛盾，但是他是不愿意去放弃的，他愿意有更多的努力看看，愿意呢有更多的去跟你慢慢来，充满耐心的沟通，希望解除你们之间的心结，希望解除你们之间的误会，也希望两个人呢可以在思想上面可以达到同一个频道。那当然两个人都是不同的文化呀，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家庭条件长大的人，所以想法肯定是会有不同的，这个他是非常理解的。两个人出现一些思想上面的对立也是很正常的，最主要的是他现在不想去放弃，他想换一种新的模式、新的方法来重新去接触。也许这种方法呢是让自己的脚步更加的缓慢一些，不要太过于的激进了，免得让你觉得吓跑掉，或者是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那更加的随缘一些，如果有机会的话呢，那当然就可以建立更多的沟通，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呢，也不会太过于的主动，希望可以跟你之间建立平等的、互助的、互相支持、互相理解的关系。两个人呢是可以很和平对等的状态，也希望你们之间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些体贴，有时候他也希望可以感同身受，去站在你的立场，站在你的想法去思考，有时候呢也希望你可以注意一下他的行动，你可以注意一下他的想法，
希望呢，不要只是在情感里面仅仅是一个人在付出，一个人在这边想办法去解决障碍、解决难题。现在你们其中一个人呢是很不开心、很不满足，是很挑剔的，是有一些比较的，是有一些对立的心情的。希望呢可以走出来，更加的包容，更加的宽容，更加的开放。希望呢可以不要太过于的挑剔了，而是给予更多爱的能量，给予更多爱的深度。那当然我们这边呢就看得出来哦，选择这组牌组的朋友，如果你心中占卜的这个人呢，你们之间已经是恋人关系的话，他会觉得在这份情感里面两个人是不对等的，可能你的要求或者是你的标准太高了，他希望你可以做一些妥协，希望呢你可以更加的体贴温柔一些。其实你是很智慧的，本来他内心里是比较崇拜你的，是有一些敬仰你的，是觉得你们之间有一些距离的。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给他更多的一些机会的话呢，让他看到未来可期的话呢，他愿意去多多少少也做一些自己思想上面的改变，希望可以跟你建立公平公正的关系，两个人将心比心，对等的付出，对等的奉献。另外，如果你占卜的这个人哦，你们还没有进入到恋情关系之中，可以看到他会觉得你们之间现在的关系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还需要他提高自己的表现，还需要让你看到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那值得你奉献情感的人。你现在呢可能还是有一些挑剔他的，觉得他并没有达到你的爱情的标准，或者是给你建立更多的关系，两个人可能还并不是互相帮助这样的一种能量，他是可以给你建立这种合作精神的，希望自己用更多让你觉得舒服的一些方式方法来做情感上面的互动。他并不一定要建立爱情，但是至少来说要比你们现在的关系更多一些，那多多少少也许你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误会的。另外呢，有的朋友你占卜的这个人呢，可能是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同学，他希望你们两个人不要出现任何竞争的能量，希望你们可以成为在同事关系里面互相扶持这样的一种关系，希望两个人呢可以建立非常美好的、充满友谊的、充满合作、充满资源共享这样的一种同事同学关系。那当然他对你是喜欢的，还没有到爱那边去，还是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接触，需要大家有达成更多的一些共识。那到底这个人我们应该放怎么样的心思在他身上呢？我们这边的天使指引你，海洋，放手与臣服，不需要担心，聆听。有时候可能在这份情感里面你会有蛮多的不安心，或者是有一些纠结的，你会担心也许自己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呢会让你们有不好的一些结果。实际上他的心思是希望顺其自然缓慢的发展的，是积极的，至少来说可以化解你们之间的尴尬，你们之间的不舒服，你们之间的陌生感，希望大家可以很熟悉的合作状态。他是在积极的正面的想法之下，也希望你可以积极的正面想法之下，宇宙告诉你不需要担心，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美好的。所以呢，你现在可以放轻松，也不把这个事情想得太过于的复杂化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陪我们到人生的尽头，所有的人呢都是我们人生过程中的一部分而已。在这个人生的海洋里面，你会认识很多人，你会接触很多人，你会跟很多人建立联系，你也会跟很多人错过联系。最主要的是聆听你当下内心的感受，
你想要跟他有更多的互动吗？你对他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清楚自己内心的想法，看见你要跟他在一起吗？如果你要的话，你就去放手，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就好了。不要去怀疑自己。喜欢你的人，他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他都是会喜欢你，他都会愿意去信任你，去消除误会的。如果能量不合的人，如果不喜欢你的人呢，你做再多的努力，他还是没有办法跟你达到同一频道的。但最主要的是，你要去努力尝试看一看才知道，不是吗？如果你只是在这边猜想，如果你只是在这边去幻想的话，那结果永远都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亲爱的，宇宙告诉你，放手与臣服，聆听自己内心的感觉，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最后所有的结局都是你人生中最美好的一部分，都是人生中的一个最美好的回忆的。所以亲爱的，你是安全的，你的守护天使他们也会帮助你，也会照顾你，也会爱护着你的。好，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Hello， 亲爱的，选择右边第3组的你，我们来看一下当下宇宙给你的指引是什么。首先，你选择的这张牌卡呢是老鹰，代表着你心中想的这个人，他觉得你蛮聪明的，你可以从更高的角度看事情，而且做事情的话呢，也比较有长远的一个规划，并不是鼠目寸光的。你做事比较爽快，决策呢也比较果断，不会太过于的犹犹豫豫，或者是太过于的拖延症，并且呢，可能你并不是一个情商很高、很善于跟别人打交道的人哦，并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但是你是比较直接，你是比较直白的，是比较真实的，而且你可能会比较喜欢支配别人，或者是下一些命令啊。做事情呢是比较讲求高效率，那时间观念也比较强，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自己的精力去跟不喜欢的人交谈。那喜欢的人呢，可能就会更多的沟通，那也直接看得清楚你对别人的喜好。不喜欢的人呢，你可能转身就会走掉，或者是很冷的处理哦。是在情感里面呢比较黑白分明的人，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少去讲八卦呀，很少去浪费时间的人，会很尊重自己的精力，感觉你是比较强势的。另外呢，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懂得照镜子的人，那就代表着你是一个很懂得自己优势，很知道自己缺点的一个人，做事情呢会了解得比较清楚。那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也很保持清晰的头脑。当然，可能你也会花一定的时间去做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去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毛病啊，坏的一些习惯呢，去改正。也很清楚自己的目的，也很清楚自己的想法，也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爱情，怎样的生活状态，怎样的人生目标，是一个知己知彼的人，并不是很盲目很茫然的在生活。另外呢，你也很相信命运，信任未知，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接受任何事情的发生。也许在当下可能有一些不顺心、不满意的事情发生，但是你依然接受。遇见困难呢，就去克服这些困难，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躲在那边偷偷的哭泣，或者是带着悲伤主义的这种消极的能量。你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是很有力量、很有勇气，并且很有决心，肯定也是有一些霸道、霸气，肯定也是很独立自主的人，是有一些控制力的。3张牌卡里面有出现2张牌卡都有老鹰，所以他会是有一些佩服你的，而且呢，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有强适应能力的人。思想行为上面并不会一成不变，并不会太过于的守旧保守，是可以随机应变的，是可以灵活改变的。有时候呢，想法是比较多，方法是比较多的，你会找到合适自己的人生道路，合适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所以会觉得你很聪明，你是一个把你扔在任何环境、任何人群里面，你都可以活得好好的人，不会太过于的感伤，或者是不会太过于的自暴自弃。你这个人呢，是很懂得创造机会，也是很懂得掌握机会的人，做事情是比较主动的，是可以放宽你的眼界，是可以让自己显现一些机遇发生的。做事情的时候呢，那当下你的每一步会比较步步为营，那不会去很冲动、很激动的去处理做一些事情，每做一件事情都会考虑清楚，去想清楚，然后呢再去实施，所以是会遇见一些好的机会的。另外你也非常的自信哦，因为可能是懂得排兵布阵的，因为可能是很相信自己，很肯定自己的，因为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让你变得更加的进步，都会变得更加的成熟。只要你自己不放弃，只要你自己不退缩的话呢，那一定是在不断成长的，明天永远都比今天好。所以你会很相信自己的选择，很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出现太多的恐惧或者是不安感。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就去坚持去做就好了，是一个无怨无悔的人，并且尽心尽力的人。除此之外呢，你也有美丽的帅气的外表，你的外在形象呢是非常得体，是非常好的，给人一种非常舒服迷人的感觉哦。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性格魅力的人，同时你也是一个很有外表形象加分的人。当然你不仅仅是注重你的外表，你还会注重你的品德，注重你的修养，注重你的素质。在你的人生道路之中呢，你是比较掌握主动权的，你不会是太过于的听信他人，你也不会受到别人的操控，你也不会受到商业金钱方面的诱惑，你是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你也是希望可以成为金钱物质的主人。即使举个例子，即使可能某一个产品它吹嘘的天花乱坠，很多人都在去购买，但是你不喜欢的话呢，你是不会受到诱惑的，所以你不太受到别人的影响，你是一个不随波逐流的人。你不太追求人情世故，你不会在人际关系上面是讨好型的人格，你不会去妥协，你不会是在这方面去改变自己的思想，改变自己的观念，你是可以独立独行的，你是可以坚持自我的。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或者是在自己团队中感到孤独，有可能呢，有时候你缺乏一些沟通技巧，有时候呢，你可能也是有自己的一些脾气，有自己的一些个性的，但是你会坚持自我，你不会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不会放弃自己的理念哦，会是一个很遵从自我思想、自我感觉的一个人。那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讲你可能在团队合作里面并不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可以成为领导者，你是可以支配他人的，但是要被别人支配，要被别人使用的话呢，是比较难的，除非你真的很敬佩你的领导，但真正让你佩服的人可能并不多，大多数时候呢，你都比较佩服你自己。好，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没有太多顾虑，没有太多忧愁，没有太多忧伤的一个人。在你的人生之中呢，你是比较顽皮，你是比较活跃，你是比较活泼的，会遵从自己的热情，遵从自己的激情，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即使没有金钱，即使不会让你获得足够的这种财富、权力、地位，只要是自己喜欢，你就会持之以恒。如果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即使有太多的诱惑，你都不会去选择。这一点呢，是他觉得比较敬佩的。另外呢，他也会觉得你通常是蛮喜欢移动的，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也喜欢去尝试去新的地方啊，去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啊，去发现一些奇妙的地方啊，是比较好动的。当然对生活你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的，不会被
人生不会被梦想，不会被金钱、物质、权力、地位束缚的太多。除此之外呢，你也不担心你的未来，因为你知道当下呢，你去迎接挑战，当下呢，你越做越勇，当下呢，你去尽力而为，那你未来肯定会幸福，肯定会成功的。而且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肯定会获得匠人精神。当然，持之以恒的话呢，肯定也会获得成功的。所以你完全不担心未来生活会不好，而是会看到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因为你是一个充满挑战性，并且不断的去增加自己竞争力的一个人。除此之外呢，应该你也比较喜欢运动，喜欢不定期的去做一些锻炼，喜欢可能户外活动啊，登山啊，远足啊，骑车啊等等的。总之呢，一定是有蛮多的兴趣爱好，而这些兴趣爱好呢，其中一项就是关于运动锻炼方面的，因为你不害怕挑战。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你也是比较大方、比较慷慨的。对于自己很珍爱、对于自己很珍惜的人呢，你是可以慷慨解囊，或者是对于自己的家人，在送礼物啊，或者是在孝敬父母方面呢，你都绝对不会吝啬的。另外，你是可能会令人惊讶的一个人，有时候你并不会按常理出牌哦，因为你是有一些反叛之心的，因为你有一些叛逆的，你会知道这个世间的幸福呢，一定是28分，那80%的人可能都是很平庸的，但另外20%都是会很幸福的。所以掌握了这个规律之后呢，大众所追求所去做的事情，你可能就不会去做，你可能就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去做，不会仅仅是追随大众。另外呢，你也会避免对抗。如果出现人生一些意外事情的时候呢，你会更快的去找到一种适应性，然后呢去做尽快的一些改变，尽快的计划上面的一些转变。你不会是在那边石头碰石头，那硬碰硬的这种能量哦。在人际关系上面，如果出现矛盾、出现冲突、出现吵架的话呢，那你也会知道哦，两个人激争之后，可能对双方都没有任何的一些有益的益处。两个人吵架呢，可能也不会达到很好的一种沟通状态。所以在要出现这种非常激烈的时刻，你要么就选择沉默，要么就选择走开，先让对方的情绪安静下来之后呢，再找时机好好的去做沟通。所以不喜欢有太暴烈的一些事情发生的。这个人呢，他会觉得你们之间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选择，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障碍。这个障碍也许来自于现实的障碍，让你们没有办法很顺其自然，让关系建立得非常的亲密，非常的进一步。或者是也许你们之间是有其他人来阻碍你们关系的发展的，所以还有第三方的一些挑战。他其实是蛮肯定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态度的，觉得你的想法是蛮聪明、蛮智慧的，所以是一个比较尊敬你想法的人，会觉得你很聪明，会是有一些信任你、佩服你的。但是你会选择他吗？感觉他并不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感觉他可能有点配不上，或者是感觉你是比较强势的，你是很有力量的那一个，他觉得自己是有一些柔弱的，是有一些偏差的，所以两个人可能还并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会觉得自己有一些不自信，会觉得自己有一些自卑吧，所以在你面前呢，感觉自己还不够得到你的欣赏，自己呢还是需要努力的。你填满了他的心房，你占据了他内心中所有的思念，所有的感觉，所以这个人呢，他很喜欢你。
但是他会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被所有人祝福的，周围是有人来阻拦你们的，是要么就是有一些嫉妒，要么就是有一些不满足、不满意，要么就是可能你还有其他的选择也说不定哦。所以在人事关系上面呢，你们两个人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别人的障碍的，但他对你是一见钟情，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2的正位，可以看到呢，他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有感觉，觉得你身上有那种坚强、那种霸气、那种气质、那种气场呢，是他很向往的，并且对他是有影响力的，并且对他是有吸引力、诱惑力的。感觉你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人，所以呢，他希望跟你有更多的互动，跟你有更多的交往。在认识你更多之后呢，他发现其实你不仅仅是外表很好看，你不仅仅是穿着打扮给人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的个性呢也非常的有魅力，吸引着他，所以他希望给你建立这种互等的关系，将心比心的情感。他会感觉如果跟你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的话呢，应该可以从你那边学到很多的，你应该会给他带来很多的正能量，你应该会给他带来很多思想更开阔的一些想法，一些见地。在跟你沟通之后呢，会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才华的一个人。他知道他跟你在一起，他只会变得更好，他不会变得更差。而且呢，感觉你看事情的一些角度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跟你在一起，即使成为朋友的话，都是有意义的存在的，都是对他很好的。但有时候呢，他不知道如何行动，不知道如何讨得你的欢心，不知道如何去突破你们当下现实的一些障碍，他是有一些困惑的，是觉得你们之间有一些困难的，你们两个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建立非常长期的、稳固的、持久的情感关系，因为觉得自己可能不像你进步的那么快，或者是不像你那么的成熟，那么的有魅力，感觉到你身边喜欢你的人应该是不少的，但是为什么你会选择他呢？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多多少少呢会觉得自己是有一点配不上你的，而你呢应该是蛮有人脉，应该是在未来都会很成功的一个人，不管是感情方面呢，还是事业方面，应该都是很成功的一个人。他如果想长期的跟你建立这种甜蜜稳定的关系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难的。感觉你是在飞的一个人，而他是在跑的一个人，他是永远都追不上你的。就目前来说的话呢，他会觉得你们之间其实是有蛮多困难的。不过呢，他很想去努力看一看，他很想去记下来你的喜好，记下来你的喜欢，记下来如何去追求到你，如何讨得你的欢心，如何让你可以持久的跟他在一起，如何让你可以对他死心塌地。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他没有太多的安全感，不过他希望去努力，不希望呢可能自我去做一些否定，努力看一看，也许你们只在一起一段时间，也许只是短期的暧昧，也许可能只是很短暂的火花，但是在即使短暂的能量之下，它也肯定会比现在变得更好，肯定呢也会受到你好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不计后果，好吧，不计后果去让自己拼尽全力，也许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可以获得你的信任，可以获得你的忠诚，可以获得你的专一呢。就目前来说，你是有很强影响他的能力的，他是希望让一切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也觉得要像你这个样子，越挫越勇。因为目前他对你的情感联系感觉是非常强烈的，他很多时候都会在想你呀，
很多时候都想主动跟你有更多的一些联系，更多的一些交谈啊，甚至有的朋友你心中想的这个人他还梦见过你，甚至有的朋友会觉得你一定是他的灵魂伴侣，他会觉得跟你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所以他想跟你有更多的一些交融，希望呢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学习爱情技巧啊，去学习建立更多的人际关系啊，去学习如何讨你欢心啊，最后呢可以让你去肯定他。在思想上面他会觉得你是比较理智的，在情感关系选择上面呢，你应该也是比较理智的，你是有自己的高标准的，但是先通过跟你在智慧上面的连接，想法上面达成一致的话呢，你应该不会排斥他吧，你应该不会去拒绝他吧，感觉你是一个比较大气的一个人，感觉你是一个不会很容易发脾气，不会很容易生气，也不会随随便便拒绝别人的人，因为你是有自己的宽宏大度跟善良之心的。如果他对你是忠诚的，他对你是尊重的，他对你是礼貌的，他对你是喜欢的，你应该也会给他机会的。所以他抱着这样的一种想法，而且呢他会觉得跟你在思想上面其实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因为他会肯定你的想法，你的一些人生观啊、价值观啊、爱情观啊，多多少少他都会是很认同的，所以他愿意去做改变，他愿意去做妥协，他不需要你去放低你的身段啊，或者是你去做任何的改变，他是可以配合你的，这是他的一种期待，他也愿意呢更加的开放，在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之中他知道如果过于的保守，过于的防备，或者是过于的计较的话呢，肯定是不会追求到你的，肯定你是不会喜欢也不会接受的。所以说让自己开放一些，配合你一些，他愿意去接收任何新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不想跟你只是错过的缘分，希望呢你们之间的感情并不仅仅是过眼云烟，因为自己不努力而去做自我怀疑、自我放弃的话，他一定会后悔莫及的，他一定会最后呢去责怪自己，所以他希望鼓起勇气，不要错过你，不要成为最后美好的回忆。可能现在他是不知道你的心思的，而他自己呢也没有尽力的去尝试让你觉得他可靠、靠谱，所以他还是很想努力的试一试。现在呢他在寻找时机，寻找机会，那也在寻找方法。目前呢他可能是不知所措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他是有决心，他想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自己内心呢是很渴望你的，是很想要跟你建立关系和进一步的。所以当他了解你更多之后，当他知道你的喜好，当他寻找到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方法的时候呢，他应该会主动积极的向你表白，或者是主动积极的去展示对你的喜欢、对你的佩服。他可能会在你面前故意表现的比较幽默啊，或者思想更加的开放啊，或者是让你看到他是一个很有上进心、很努力的一个人。你们之间的关系呢，现在还是不平等的，所以他愿意去努力去追求你哦。那天使告诉你，对于这个人你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就目前来说，他其实是很尊重你的，他对你是有比较正念坚定的信念的，就是对你是有责任心，对你是认真的情感，他眼中对你呢都是爱，而你呢对他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就目前你对他的行为方式呢可能是做错了，你需要去更改一下，改变一下你自己的方向。有时候呢可能你会顾忌很多，或者是有时候呢你可能表现的是不在乎，或者是有时候呢你可能表现的是
他比你弱，他没有达到你的标准等等的，你可能会比较高傲一些。那么宇宙指引你哦，无论现在双方各自是怎样的一种物质条件，各自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年纪，怎么样的一种状态，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灵魂之间爱的能量。你喜欢他吗？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去主动一些，不用太过于的被动，等待他来寻找到方法。也许你本来就是在爱情里面比他更加有技巧，或者是比他更加有能力、更快有悟性的一个人，所以不如说你来引导他，你来指导他好了。那他呢，可能会比你更加稍微被动一些，因为你是老鹰，说不定他并不是一个老鹰，也许他是兔子呢。如果老鹰跟兔子相爱，老鹰是不是掌控全场，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顺心顺意呢？另外呢，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人的话，你希望你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你也是可以来做主导的，好吗？这段人际关系里面哦，他是很喜欢你的，眼中呢尽是你的美好，那你希望怎么样去做都是完全 OK 的，因为他是听胜于你的。好，亲爱的朋友，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哦，希望给你多角度的去思考，但最终呢还是事在人为。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